海归交易法则，尾声万事俱备。林中有两条路，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那一条，一切皆源于此。罗伯特·弗罗斯特。在过去的几个月中，为了给这个尾声打好基础，我花了很多时间完善前面的内容。但我最想写的其实是这最后的一章。只要你曾体验过交易者的生活，也就是海归那样的生活，你的一生都会渗透着交易者的精神。当你经历市场的起落沉浮，发现你的认知偏差，做出相应的思维调整时，你也不自觉地开始在生活中的其他领域做同样的事情。优秀的交易者与其他交易者的区别之一，就在于他们不怕与众不同，不怕标新立异，不怕走他们自己的路，做自己，走自己的路。当我决定做一个交易者的时候，我只有19岁。我对自己充满信心，曾和一些好朋友说我能在21岁之前成为百万富翁。与其说我在吹牛，不如说我在倾诉成功的渴望。交易世界新鲜刺激，令我着迷。为了它，我不惜放弃了大学生活。我的父亲很不高兴，因为他也没有大学学位，而且一直认为这是他职业生涯的一个拖累。但我一直是个个人主义者，从不害怕表达自己的观点，也从不害怕挑战权威，所以我并不在乎其他人怎么想。我知道我的决定是正确的。我这种特立独行和直言不讳的作风已经给我带来了不少麻烦。我也知道这让我的母亲头疼的要命，但我就是这么一个人。如果我没有下决心放弃一切去做一个交易者，我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，很难想象。如果没有那份决心，我当然不会去回应理查德·丹尼斯的招募广告。现在我领悟了一个交易者的生活真谛，没有冒险就没有收获。风险是你的朋友，不要怕它，要理解它，控制它，与它共舞。优秀的交易者会自信地等待机会，但也会做好损失的准备。他们不会犹豫不决，因为他们不怕犯错，这是在大风大浪中培养出的应有品质。他们走自己的路，不怕失败，因为他们知道失败只是生活的一部分，只是成功和成长的必要前提。我一直很喜欢极端性的挑战，总想试一试大多数人都认为很愚蠢、不现实或不可能做到的事。当许多人看到困难时，我却看到了机会，而且很渴望抓住这些机会。我失败过很多次，但从另一个角度说，我的每一次尝试都是成功的，因为我学到了很多新东西。如果别人问我的人生目标是什么，我会说，当然是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。我相信个人作为能凝聚成巨大的力量，只要每个人都能以某种实实在在的方式来改善我们的世界，哪怕只是微小的改善，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目标。假如我一直留在交易行业中，没有尝试过任何新事物，我会比现在富有得多，也成功得多。其他一些海归就是这么做的，时至今日，他们已经是行业中的佼佼者，手头管理着数亿甚至数十亿美元的对冲基金。同样的，如果我坚持在软件业中的某个领域钻研下去，我也可能会比现在更成功，至少以世俗标准来看是这样的。坦率地说，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评价我的成败，他们不会知道我的一生是否有意义，我是否生活的快乐而又充实，只有我自己知道。远离梦想的人生轨道。我的老朋友们大多都觉得我正在陷入某种旷日持久的中年危机，在他们眼中，我大概有点不负责任，有违传统。假如所谓的中年危机是指一个人了解自己的生活，不肯接受社会和媒体所设定的那些成功标准的话，那我承认我有中年危机，而且我强烈建议你也遇上这样的危机，因为没有这种危机的生活太没意思了。有太多的人已经迷失在对世俗目标的空洞追求中，就为了取悦父母和老师，就为了得到一份好工作，就为了赚大钱，他们走上了一条由别人设计的路，而不是自己选择的路。对某些人来说，这条路从小学就开始了，对其他一些人来说，这条路或许是在大学阶段，或许是在他们真正就业并开始承担责任之后。不管怎么说，这条路让他们远离了自己的梦想，远离了曾经的目标。他们忘记了一个事实，他们还有选择权，随时可以决定去做些其他事情，或许可以离开现在的道路，去稍微探索一下这个世界，审视一下自己。许多企业把这条路称作职业轨道，或者简称轨道，这是个很好的比喻，因为火车司机们并不知道该走哪条路。
做出这个决策的是那些负责铺路和搬道的人。最近我经常思考这个现象，我发现大多数人都是因为害怕失败而放弃梦想的。他们觉得，与其自己开拓一条生死未卜的新路，不如选择一条有把握的继承之路。我不认为人们是有意识的做出这种决定的，这只是消极态度的自然结果。人们不会对自己说，我想到一家我讨厌的公司做一份无聊的工作，一切都是自然发生的。也就是说，人们是不经意间踏上轨道的。一旦上了轨道，离开轨道就需要有意识的努力了。如果不离开，那么他们终将走到轨道的终点，而且可能并不是他们梦想中的终点。由于他们并不是有意踏上轨道的，他们甚至可能意识不到自己的方向，直到猛然发现自己已经远离了梦想。畏惧心理对个人成就的影响远大于客观现实的制约。如果我们因为不自信而没有采取行动，我们相当于在成功之路上放置了一个障碍。这种障碍远大于现实障碍。如果我们尝试了，我们可能会失败，但也有可能成功。如果我们根本不敢尝试，我们就真的没有成功的希望了。接受失败，从中学习。失败并不是一件坏事。有人曾经说过，你应该感谢你的敌人，因为他们教给你的东西比你的朋友和家人还要多。失败就是这样的敌人，而且是相当强大的敌人。我深有体会，因为我的失败经历比我认识的任何一个人都要丰富。但如果我不愿冒失败的风险，我的某些辉煌的成功也就无从而来了。我承认，相比我的成就，我从我的错误和失败中学到的东西要多得多。不愿冒失败的风险，你就学不到任何东西。这也是我经历了那么多失败的原因之一。我喜欢学习新东西，失败是学习的前提。如果你不愿意犯错，不愿意失败，你就什么也学不到。大多数人都认为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们的学习能力会退化，因为我们的大脑功能在变化。人们常常以小孩子为例，小孩子很快就能学会一种新语言，而成人很难学会新语言，这说明年龄是最重要的因素。我却认为，小孩子与成年人在语言学习能力上的巨大差异，并不是年龄决定的，而是心理因素决定的。孩子们从来不怕丢丑，也不怕犯语法和发音错误，而成年人却对此心怀忌惮。我最近搬到了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，在那里结识了不同年龄和国籍的很多学习西班牙语的学生。我注意到，有些刚到阿根廷不到几个月的学生，已经可以用西班牙语进行基本的交谈了。尽管他们在来到这个国家之前从未接触过这门语言，但还有一些曾在学校中学过西班牙语的学生却不能流利的交谈。尽管他们已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住了几个星期，而且上了大量的语言课。这种差异几乎完全根源于心理因素，也就是对犯错和丢丑的恐惧程度。有些人不在乎发音怎么样，敢于开口。他们知道每一个学习新语言的人都难免犯错，这是进步的一个必然过程。他们会坦然面对错误，从错误中吸取经验。每当其他人面对他们的蹩脚表达茫然不知所云时，他们都会进步。每当他们点餐时闹了笑话时，他们都会进步。就因为这些学生能不停的犯错，不停的学习，他们现在可以说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，而且还将随着日日夜夜的练习而不断进步。面对现实，果断改变。如果你发现自己走错了路，正在走向一个你不想去的终点，请想想我们之前说过的沉没成本效应。不要在乎你在这个你不喜欢的职业上已经花了多少时间，不要在乎你在那些没有意义的人脉关系上已经投入了多少心血。一个好的交易者懂得面对现实，他知道，如果市场已经证明一笔交易是错误的，他要做的不是祈求转机，期盼变化，或是自欺欺人的假装现实已经变化，而是果断的退出。现实就是现实，不管我们尽多大的努力去逃避它，海龟们会面对现实，而不是逃避现实。正因为如此，当我们发现现实不像我们期望的那样好时，我们很容易改变方向。我们不会抱怨，不会担忧，不会期盼，我们只会根据新的现实去采取实实在在的行动。金钱不是一切。我相信，假如你不是一个视财如命的人，你更容易发大财。对交易者来说尤其如此。我还记得，每当海龟们持有大头寸，并且市场的波动会造成资产的剧烈动荡时，
有个海归总会紧张万分，赚大钱对他来说太重要了。有一次，我休假归来时，发现他的电话已经被他摔坏，因为市场的不利变动令他大发雷霆。他并没有坚定地遵守我们的系统，我相信这并非巧合。我认为正是他渴望赚大钱的野心，使他无法始终如一地坚持我们的系统。我之所以成功，至少部分是因为我不在乎钱，我在乎的是交易本身。我很在意里奇对我的交易作何评价，但我从不在意每天有多少钱流入和流出我的账户。金钱只是个工具，只是做某些事情的必要条件。它很有用，但以金钱本身为目标就大错特错了。富裕并不一定等于快乐。我知道，因为我有过这样的体会。我也体会过没钱的感觉。在我33岁那一年，我所创建的那家上市公司的股票曾一度暴跌，结果我的流动资产几乎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。那时候我刚离婚不久，除了这些股票之外没什么其他资产。我的房子在离婚的时候给了我的前妻，当时我已经不在那家公司工作，对那个管理队伍没有一点信心，所以我完全把自己看成了一个交易者，而不是一个投资者。既然我是个交易者，而股价正在下跌，那么我应该卖出。不幸的是，市场很不活跃，做市商也无所作为，而且我的股份太多，一个不小心，股票很可能被我的大卖单压到一钱不值的程度，所以我只好慢慢来，每几个星期卖出1万到2万股。几个月之后才算结束。当时我正忙着创建一家航空公司，于是我把卖股票的钱都用在了创业支出和个人生计上。我已经无从选择，我的钱原本足以应付几年的花销，但几乎是在一夜之间，我只能支撑不到2个月了。我必须找一份工作。自海归计划实行以来，我还从来没给任何人打过工。事实上，除了理查德·丹尼斯和我在高中和大学里的第一份兼职编程工作，我就从未替别人工作过。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寻找一份有趣的工作，最后给一个小网络创业公司的某个营销项目当起了顾问。那时候我已经是名副其实的一文不名，几乎到了没钱住酒店的程度，直到拿到了第一份薪水才算缓了一口气。有些人也许会说这是一段惨痛的经历，但我不这么认为。境况的变化对我真正热爱的生活并没有多大的影响。我喜欢与朋友们外出聚餐，喜欢与有趣的人聊天，喜欢与人讨论那些极富挑战性的事，诸如此类。这些事都花不了多少钱，而且相比我之前所在的太浩湖 Lake Tahoe 或里诺 Reno， 我在硅谷更能享受到这样的乐趣。我的生活其实毫不逊色于过去身家100万美元时的日子，甚至更加快乐和惬意，因为我能做我真正热爱的事情。这段经历也让我对那些平民百姓和穷苦大众多了一份同情，因为我也品尝到了食不果腹和靠薪水度日的滋味。在这段时期，我对创业和企业管理也有了很多新的认识。此前我从没意识到，没给别人工作过也是一个巨大的劣势。如果你不知道被别人管是种什么感觉，你当然很难管好别人。作为一个顾问，我只是组织金字塔的底层，没人向我直接汇报工作，甚至连员工们的那点儿微薄的补贴也没我的份儿。正因为没我的份儿，所以这点补贴看起来似乎很重要。我也没有实权，只能靠我的影响力来推动变革，这是个劣势，但这也迫使我磨练了我的说服技巧。只要我能让其他人相信我的看法，我就能实施变革。正因为在没有实权的情况下实现变革是个巨大的挑战，我得到了无穷无尽的乐趣。我相信我在这段时期的心得和收获是我的无价之宝，对我的未来会有很大的帮助。我经历了许多人所惧怕的事，我本人也惧怕这些事，但这些现实并不是什么坏事。真正的大敌是恐惧本身。我说这些是为了鼓励你追寻你的梦想，甚至包括你已经放弃的那些梦想。如果你失败了，那就吸取教训，再试一次。只要你坚持下去，你就会离目标越来越近，或许还会发现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目标。勇敢向前，大胆尝试。结果也许不像你期望的那样好，但只要坚持不懈，最后的结果也许比你期望的还要好。如果你不去尝试，你永远也不会知道结果如何。欢迎订阅、按赞、留言和转发，谢谢你。